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第2小时陪伴我们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来看看南韩这个戒严突然就无疾而终的6个小时乌龙啊，全球都震惊。那一样，我们还在等。本来是一早传出来说尹锡悦休息了1天放假嘛，今天要开记者会，现在还是没看到。马上呢，在重现2016朴槿惠的各种烛光革命的画面出现在了南韩。前一天熬夜是为这个总统啊乱搞害的，今天是为了让他下台而集结的，大家亮起了烛光。要求尹锡悦立刻辞职下台。那么对党内来说呢，还有声音嘛？有人要他下台，有人说他算为了党内的权益跟执政权为止，还不知道他撑得过吗？尹锡悦的弹劾案，南韩的在野党已经提出来7号要进行表决。现在关键是李在明当时第一个爬墙进到了国会去，而且号召所有的议员回来议场，一起做成了表决，把整个戒严案给阻止了下来，所以他会是下一届南韩总统。其实任期刚刚上一节也讨论过，才刚刚上任1年多的一个总统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所以李在明当时落选，现在有可能回头来接下总统胜选的这个位置吗？尹锡悦现在除了弹劾要面对之外，形式上对国家的罪来讲很严重，叫做叛乱罪。现在民众拿着烛光喊的就是叛乱，他们觉得丢脸，总统搞这种乌龙之外，更是觉得他背叛的国家，严重会囚禁终身哦，甚至是死刑都有可能。到底为什么他在没有经过军方，也没有办法掌握，也没有美国同意的情况之下，敢做这种1等1的大事，真的是不得了。结果现在有个人出来扛，是他的国防部长金龙显。有几则报道在韩国民族日报等等都说，其实就是他所给予的建议，才会让总统做了错误的决定。那他最后也出来发表辞职的声明了，他认为扛下来吧，就是我一个人做的，但有可能是因为他一个人就让尹锡悦做这个决定吗？他有办法全身而退吗？现在看不到他到底做什么决定，但一切以南韩人的民族性来讲很难呐。他的戒严令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这个是韩国媒体一种报道的版本，说都是因为韩国司法当局在今年6月25号的时候曾经发现有空拍机，这空拍机里面调查出来，居然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所使用拍的。那这里面有好多机密的照片等等的，让尹锡悦很紧张，所以才下令戒严啊。这也扯太远了啦。那韩国人没办法接受，台湾人、大陆人没有人可以接受，但美国更不能接受啦。美国一向是把韩国当作自己可以控制的领土范围嘛，没有啦，就是美军也在那驻扎嘛，就想不到居然是不知道的吗？至少坎伯这个美国副国务卿是这样说的，他说事前完全不知情，甚至直接批评这个宣布戒严是严重的误判。但大家网络上很多的学者在讨论的是，真的美国不知情吗？真的就是250自己想自己决定，然后没有做过任何通报吗？因为基本上有一件事情，南韩的军方作战系统指挥权是这样的，平时作战指挥权是韩国没有错，参谋本部，但一旦战时作战或特殊的时候，指挥权是韩美联合司令驻韩美的。这里有军司令来行使的哦，所以他要出动特种部队进驻到国会去了，还有要去民众外围去做镇压的时候，难道直升机要去国会，还有那个坦克车要去国会，美军会不知道吗？那当然，韩国的美军基地包括41个，所以这次让美国如此震惊，大家还是有点存疑，是美国完全不知情，还是事后要撇清干系啦？但韩国的总统呢，过去感觉命运是风险很高的一个国家，除了有一位跳崖的总统之外，全斗焕之外，李承晚呢，在1960连任第3任总统，被质疑舞弊，但这个人是谁？也是美国扶植下成立的。结果后来呢，因为舞弊太严重，被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就有一样是美国强硬的压力之下，让他重新选举，最后流亡夏威夷。美国决定了谁当总统，什么时候下台，什么时候上台。所以现在美国要尹锡悦怎么样不知道，或者是朴正熙好了，透过军事政变推翻了尹朴善的政权，18年的统计是自己就可以政变的吗？
大不了应该也是美国有支持吧。结果最后被自己的亲信1979年当场打死。那当中的原因是因为不听美国的话吗？现在尹锡悦的命运，美国怎么决定呢？南韩这个举动让全球都震荡，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很多的国家本来说要去访问韩国的都先取消了啊，尤其是美国自己也是这样说，有个核资商小组都取消，严重的影响，其实经济上影响也会非常的超乎想象。那戒严令先的风波，美日韩同盟甚至被说亮红灯了吗？因为日本跟韩国要解这个情节啊，都要靠美国在居间协调嘛。但是美国大教授就说啦，现在这一次日韩的和解呢，没有办法延续，恐怕区域不稳定性会很高，尤其是美军最大的海外基地都在南韩呐。那中俄北韩关注引起的震荡，更是让相关的国家都很紧张。像日本防卫省的讯息公布出来说，有3艘解放军的船舰哦，先后经过了冲宫水道进到太平洋这里，也是在这2天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连俄罗斯也第一次出现有这一艘现纳国岛的海域，全程日本也说跟监当中，日本紧张啊，还好只是乌龙，最后结束的话，否则日本更是担心。亮哥，看看南韩。目前在野党是有190，然后再加上一个无党籍，所以他现在手上有191票啊。那要过半才能够提弹劾案，那要过要2/3，所以他基本上缺9票。那执政党有108席，还有一个是无党籍啊。那这个执政党为了保护尹锡悦，因为尹锡悦的任期到2027啦，这个政权实在太甜了啊。所以，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已经通过一个决议，反对弹劾尹锡悦啊。他目前通过这个决议啊。那本来啊，那个共同民主党，他有2个案啊。第一个案就是弹劾案，就是本来是12月6号要表决，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案子是12月10号，叫做任命独立检察官查明第一夫人金建熙操纵股价真相调查案啊。那本来是12月6号、12月10号，那看到执政党说要反对弹劾嘛，对，他把这2个案子并在12月7号一起干。不，因为他们知道独立检察官那个案子一定会过，可是弹劾案不一定会过，不一定，所以他就是要利用那个情绪，就是说，就是金建熙，现在大家都说他是妲己，这是纣王嘛，啊，就是你根本就是现在我已经看到有人贴图了说。霸道总裁为了保护老婆，这个不惜戒严这样了啊，就是因为你要袒护金建熙，因为事实上所有的相关的，不管是预算被删减、弹劾的动力，都来自金建熙，因为人家要成立独立检察官，结果尹锡悦用他的司法影响力把那个案子弄掉了，结果那个在野党就推出删减预算，针对总统府跟检察署啊。是这样来的啊，那相关的官员有22个被弹劾，所以我跟你讲，这整件事的祸源就是金建熙。那尹锡悦在担心什么呢？他担心下一个他就是会被弹劾的目标啊。那金建熙整天在他旁边那边咬耳朵啊，跟他说：“你不要害我被调查啊，因为这个弹劾案只要起来，你那个调查的资料要送到那个宪法法院啊。”那个调查的资料就是金建熙的一大堆黑料啦，里里外外都是他啦，所以尹锡悦真的就是因为袒护老婆才搞了这一件事啊，所以我觉得共同民主党很聪明，他就把金建熙跟弹劾案把它并在同一天表决，正当性更高。对，然后我就看你国民力量，你2个案如果投不同票，那就表示你完全为了政权嘛，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政治斗争啊！可是你如果问我会不会过，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政权实在太甜了，2027耶，所以除非美国出力了，因为这个案子真的蛮诡异的啊，因为苏立文在国家安全顾问，他第一时间就说他没有被告知，对，那接下来那个坎贝尔要出来抱怨，我跟你讲，那个 Kirk Campbell 是个鹰派啊，你没有告诉他。他会很生气的啦，对，那我不知道他要出什么力量啊。可是我跟你讲，因为那天蛮诡异的，因为戒严部队出动，我认为应该有跟美军打招呼，
调不动啊，理论上。我跟你讲啊，后来日本暴露了更多资讯，戒严部队那天带的枪没有子弹，真的啊，他怕出意外，怕出意外啊。那戒严部队去，尤其是空降的，事实上他动用了非常多的直升机，空降下国会嘛，那他们敲破了玻璃，并没有冲进国会的现场去抓国会议员，没有进一场，他只做了一半啊。对，做了一半啊。而且因为我从头看到尾啊，戒严部队是自己撤的，对，尹锡悦还没有改口，他就撤了，国会还没表决他就撤了。谁下令？对，所以这里有人就怀疑是空军呐，因为那个空军那个跳伞部队啊，那个不是归国防部长指挥的，他们可能跟美军有一些联系啦啊。其实海空军跟美国比较熟，我一点都不意外啊。反正就是因为我那天看，奇怪，怎么戒严部队自己撤了？那群众越围越多嘛，到最后有2、3千人这样啊。所以我是认为，美国可能第一时间有跟军方的单位说，我们不以为然啊，你们这样搞会大乱啊，因为他们对韩国民族性是很了解的啊。你这个在野党大概就全面动员了啦。对呀，肯定的，对不对？你这样搞就全面动员了，韩国人不怕死，没办法善了的。我跟你讲，他不怕死的，所以美国当然会考虑到，那金正恩那边如果动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所以接下来弹劾最大的变数就是美国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是跟台湾不一样啊，官员道歉就没事了吗？他如果就算出面道歉了，也没有办法给他善了啊。现在问题是弹劾案会不会过？因为执政党的党魁本来跟尹锡悦也不合啊，本来一开始也是支持弹劾的，但现在就看会不会跑票喽。大家都在问尹锡悦为什么要干这件蠢事，我告诉大家答案，他就是很笨啊，他是非常笨。恋爱脑嘛，基本上的话，他曾经亲自签署啊。金建熙为什么要嫁给他呢？说我愿意为你做一辈子的饭啊。现在的话，他天天在骂，你看我都快被关了，你还在做饭？其实我吃牢饭，你要帮我做。对。第二个温莎公爵，我跟大家强调哈，刚刚我再接着讲啊。首先第一个，韩国的总统选举跟菲律宾一样是1年1任，对，就他不会改选的嘛，就一次5年嘛，对，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就说这个尹锡悦很笨的，他自己当了总统的话，还有办法把他捞出来啊。对不对？即使遇到很大难看，这起码是这样。他现在不做这个事情，2个人一起做了，对，真的是啊，真的是爱情天文章啊。对，所以说呢，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有3件事情是非常奇怪的。24架直升机带了230个特种部队人，直升机要起飞，不是说起飞就起飞啊！你起码准备个2、3天，24架，你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对？你光是机场降到国会前面的话，美国会不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啊，打了至少内部也打消息。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呢，你做这种事情的话呢，事后除了那个金龙显他说什么要辞职以外，他本来早就要滚蛋了，他辞什么职啊？实际上的话呢，就没有一个人完全负责，就不晓得是尹锡悦不记得他跟军人有什么关系啊？那怎么现在突然你要知道这个宣布戒严，等于是你成功的话就是当皇帝，你不成功就是阶下囚，这个等于是大玩笑，这个比说话还可怕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他是做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然后第3件事情，你刚刚讲到说那个他们特种部队自己退，走的时候还道歉嘞。走的时候还跟老百姓道歉，让大家担忧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里面的话呢，出现非常多的奇怪啊，这让大家感觉到。我觉得更奇怪的是，北韩到目前为止都没讲话。我觉得非常奇怪。这北韩不是看是吧？北韩到这种情况讲，应该讲说，刚好我们就借机会，你们不满，我帮你们消除怨气。北韩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做这种事情，所以就也足以证明啊。我觉得说，如果说硬要解释一个理由的话呢，就是因为刚好光州事件的时候，朴正熙被杀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记得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是发布戒严的时候。那全斗焕本身来讲，因为戒严而不但变成了总统，还捞得不错，最后也算是寿终正寝啊。大家觉得他干得不错，因为韩国本身的民族性格当中啊，那个军人专政、军人掌政是有传统的。韩国的军人，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韩国侨生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个军人呢，窝窝囊囊的，今天没有退将还好，就是窝窝囊的时候，他觉得说，哎呀，这个不行了，在韩国的话，军人那将军一出来还得了，所以他知道说，韩国的军人本身来讲有这么一点英雄气概，但是我觉得是有英雄气概，但是有点缺乏大脑，因为这件事情的话呢，让美国非常非常没面子啊。美国没面子不是单纯说不听我话，美国都拿着韩国一直当民主的模范生啊。
啊，然后我们这里还加码，我们台湾也觉得你戒严很好，加码。美国现在一想，我教育你们半天，70、80年都白搞了，你们2个家伙都想着跟我破坏民主，我怎么混的？我自己都够乱了，你们这2个模范生找麻烦，哎，就是啊，你们自己露出丑闻来了啊！那韩国本身是宣布了，台湾这边加码，美国一听火大了，就是媒体肆无忌惮，韩国现在的媒体都转移焦点，转到台湾头上了。哎，说你们这个是可耻的，你们是傻子的吗？我笑我们可耻，怎么大家半斤八两？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无妄之灾啊！这个反对这个民主的这种戒严，实际上讲起来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呐！啊，你这个实际上的感觉上就觉得现在根本，哎，不是这么回事了。教授可以想象哦，现在本来说要开记者会，然后还没有出现的这位尹锡悦，应该陷入长考。因为他如果立刻辞职下来，可能是最善了的方式，但后面还有很多追究啊，老婆要被抓，自己还有司法诉讼。那有权力在手上还是比较安全？问题是民众可以接受吗？以南韩的民族性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大事，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啊。不是说你一个国防部长辞职哈，你周边的幕僚辞职就解决，没有啊，这只是政治责任而已，还可能比较麻烦是有法律上的一个追诉。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因为尹锡悦当这个公布说他要下达戒严令那些理由，其实都仔细一看都不成理由啊，都非常政治性的控诉，对不对？你说你跟我们国内的语言很像，对，坐困囚城啊，国会瘫痪啊，官员被弹劾，跟北韩勾结啊，跟北韩勾结，亲北韩政权。朝跟请中。那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其实那你说这是政治归政治，对不对？那你这样就要下达戒严令。那多少的成熟的民主国家比你更惨的，令不出青瓦台，很多国家也一样啊。这个国会跟这个总统府或是总理有一些政上激烈的斗争，那是不是大家都要下达所谓的戒严令？可是大家都没有，所以你这个完全不成理由。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最好奇的地方是，到底谁下达这决策？我相信是很小很小的圈。这以后一定会被调查。已经确定没有开国务会议，这个真的是很离谱、很夸张。那有一个小型的会议说，其他人都反对，就是他们几个将军的，这个是真的是大有问题。那而且即便是你是根据宪法第77条，我觉得他做了一半而已啊。第一个宪法77条，说可以因为有一些什么战乱什么原因，你可以做一些这个限制的举措，包括媒体，包括结社。但是没有人说你可以去控制国会，因为宪法第77条的下半部是要国会来投票同意或不同意。可是当你把国会都给他挡在外面，不给他投票，这个事情就差一点。假设他够狠的话，血洗够狠的话，意思是说他下达戒严令跟军队出动是同一时间，而且这军队真的是听他这个指令的话，那有可能会成功。可是你整个做下来是违背了这宪法最基本的精神。我要最后讲的地方是尹锡悦做的地方就是外交，他可能有误判，他认为他亲美、强硬保守，对抗北韩、对抗俄罗斯、对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美国就一定会鼓掌支持，不可能的。去年4月份的时候，是我觉得他在执政这2年多声望最高，因为他去一趟华府，给他最隆重的接待。大家还记得他在国会的演说吗？非常受欢迎，幕僚准备很成功。我昨天还特别把那一段调来看。OMC 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它里面有句话民主的价值是美韩2国共同所享有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看到国家领导人很多不止他，平常喊自由民主是朗朗上口、口口声声，到了关键时刻会发现他其实根本没有基本的信念，他的理念是不堪一击的。如果这个就是他所认定的要维护韩国的自由民主宪政，要抵抗北韩的侵略，要把所有在南韩境内的亲北韩的分子一举剿灭的话，这是哪门子的民主信念？其实以拜登而言，他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状况了。对，因为南韩在半夜出了这个戒严的大事，其实掩盖出来国际另外一件其实也很重要的事情，在法国也出大事啊！法国出这个大事是什么？62年来第一次首见法国的国会联手通过了不信任案，总理他其实才上任3个月。那上次大选失败之后，好不容易组成了这个新的小政府这个内阁由这个不信任案巴尼耶，结果宪法条款里面，因为他不经过国会表决而通过的预算案呢，引起了议员的不满。结果呢，左右翼再联手，就把它给
不信任案给罢掉了，他等于就此要下台，这也是62年来第一次见到又是一个动荡。那现在怎么办？谁来当总理？马克宏的处境呢？那根据现在法国公众意见机构所做的民调，是有53%法国民众都对于他的预算案感到愤怒，希望他下台。现在也做到了，但议员投票罢免总理，国家已经混乱当中了，预算还没有过。马克宏现在怎么办？先前好不容易取得了这个所谓的平衡，可以推出一个人选来，现在是不是也要他逼着他必须辞职不可？现在是成为他最大的难题。法国会不会面临一场金融危机？这个是德通社在外媒上所关注的角度。因为光是法年今年的财政赤字啊，已经占到经济产值的6%，比过去预估5%还要高。那6月份欧盟都已经开始启动对于法国财政赤字违规的惩罚程序了，接下来还有各种的难题要面对。经济学家说，如果政府现在倒台，可能也不意外，但是问题是，议会没有投票通过2025年预算啊，没有预算，政府倒台，经济危机是灾难呐！尤其是法国并没有能力落实缩减债务的计划，但是债务累累。根据统计，过去20年，法国贫穷人口已经直接增加了140万人。1/4的失业者生活在贫困之中，受薪工人的比例大概只有2.9%。所以谁要去法国？川普。川普在当选之后，即将也剩1月20号嘛，就要准备回到白宫，他要到法国去，这个是礼拜6要发生的事情。巴黎圣母院重新启动哦，被说可能是美法两方修复的一个契机吗？因为川普派的是他的老丈人啊，去到法国去当驻法的大使，引起了很多的法国人白眼。但马克宏之前呢，曾经酸过川普的各种语言，包括是一个被定罪的人呐、conviction 呐这个字啊，或者是说川普说欧洲必须要成为杂食性动物啊等等，各种的酸呐、这个互相的不和啊，现在有可能一笑泯恩仇吗？中法的关系贸易战却还是在进行当中。马克宏先前看到2003年访问中国大陆是受到了非常高的礼遇，互动很好啊。当这个中国的太空船上到月球，拿回来的月壤啊，我还想月壤是什么？月球的土壤哦，拿回来只送给2个国家做纪念，好珍贵哦。给谁？俄罗斯还有法国，情谊这么好，但还是有各种的贸易抵制关税，而且在欧盟底下呀。例如法国的这个酒商啊，工人抗议中国关税威胁之下，出口瓶装酒白兰地。是第2大市场到中国的，仅次于美国。现在出了问题，汽车也是一样，中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客户，那超过了美国20%，英国13%。那大陆的出口跟投资发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几乎很大的比例往沙烏地阿拉伯去移动了吗？英国媒体的分析看到数据，认为这是翻天覆地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光是今年1月到10月哦，中国大陆对于沙烏地阿拉伯的出口累积达到了401.98亿美元，直接比同期增长了15.3%，这么快速的增长。主要项目包括了风电啊、电池啊、太阳能，这些都是属于120亿美元，都让它整个投资额大幅的挪移。那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当然其他国家的投资就会减少咯。还有美国的禁令，现在可能会有的效果是什么？华春莹说，现在美国政府呢，在各种的晶片禁令，还伤到了台湾有部分的厂商嘛，这个看起来非常的严峻，但是他却认为，就像邀请一位顶级的网球选手参加美国公开赛，结果却要把他的球拍跟鞋子拿走哦，他嘲讽美国政府在晶片领域小院高墙，反而会出大错，自己有更大的问题。甚至中国严格审查，像美国出口石墨，还有一些重要的锗啊、镓啊、锑啊这些原物料的材料的时候，引起的问题就很大。美国的业界就有人是抱怨呐，到底美国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得到教训？在这波的贸易战里面，受害的会不会最后仍然是美国自己呢？亮哥，先来看一看法国，哇，在一片这个国际动荡当中，法国也不遑多让。那个马克宏的昏庸。大概只比尹锡悦好一点。我跟你讲啊，法国的传统就是最大多数党阻隔嘛，那明明就是极左翼，人家赢了，你就不给人家啊，还找一个右翼的，只是当然没有像民族阵线这么右了，中间偏右。可是中间偏右的政党，你就知道他第一个删掉600亿欧的预算，然后还要征税，这刚好跟左翼完全相反嘛。
那左翼当然就跳脚了嘛。那本来他以为他赢啊，然后承诺各种这个福利支出啊，增加就业的措施都没了，所以这个怪不得人家会报复你嘛。那你这样搞，现在不是刚刚那个岳老师讲的很对啊，尹锡悦把自己搞到一个更困难的处境，对，马克龙一样嘛，他把自己搞到一个更困难的处境嘛。那你这个国家一定大乱的，因为极右跟极左怎么合作啊？他们在国会，你自己要弄一个新的总理啊，他们的合作也是充满不确定性啊。所以你怪不得整个欧洲就觉得哇，天下大乱，不就觉得这个整个欧洲的金融会因为法国的财政体制出问题嘛？而且欧盟对各国的汇率、财政是有刚性要求的。那以前这些大国基本上都是遵守的，尤其是德国跟法国，他们都是遵守的。还有荷兰啊、比利时啊这一些啊，以前比较会违规的是意大利嘛。你现在连法国都出问题，所以这个当然就变成欧盟的一个重大危机了啊。那马克龙又搞了另外一个事，他圣母院那个开幕式啊，那请川普去。你有没有请拜登啊？好像没有的样子，目前的报道。我没有看到他有。对，目前的报道没有看到。非常奇怪，怎么有人这样搞嘞？人家还可以做到1月20号，他就不理他，就直接去请川普去这样。他现在是改吃荤的嘛，都不吃素了。我就觉得，其实政治这样蛮粗暴的啦。其实你可以2个都递出邀请啊，那这样川普搞不好不一定会去了。因为他那个人蛮自傲的，他可能就是跟川普说：“我告诉你，我没有请拜登。”我的天哪，我坦白讲，他才会去的。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外交啦？这个反正啊，就是反正他就硬干了嘛。真的，我觉得这个当然也隐约表示，其实他对拜登本来就不怎么认同，不怎么看得起啦。那他预期他未来，因为他还有好几年啊，跟那个尹锡悦一样。他是已经第2任了，他已经不能再选了啊。那他大概预期未来他跟川普还有得玩呐啊。那因为你如果就贸易顺差来讲，我们不要用国家啦，中国第一、第2就是欧盟，欧盟的对美国的顺差超过2100亿啊，所以欧盟一定会被川普冲击的啦啊。那马克龙在这里还想要跟冯德莱恩一起来当老大，他还是有这种想法啦，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急着要认识他。是，岳老师在我们节目上谈过好几次，你对法国很喜欢的。对。那现在的这个乱象跟乱局，对，我喜欢的法国是80年代的法国了，现在真的是有一点乱了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法国的这个总统制度，法国是大总统制啊，然后所以说他的内阁一直是我们要效法的对象，跟台湾很像了。就说是那个你要看到谁是多数，就要派谁来当主阁嘛。这个法文叫 cohabitation 了。它其实这个运作的上来讲的话，刚刚亮哥讲的非常好了，就是说法国这是自找的了。那个巴尼尔这个人的话呢，其实到老的时候遭遇到这种侮辱啊，因为他是有名的会谈判的。就大家记不记得那个脱欧的时候啊，这巴尼尔是主要负责跟英国谈判，他非常厉害啊，让英国感觉到大家谈完以后叫英国滚蛋以后，他自己本身来讲是一个很老练的一个政治家。现在他的立场是中央偏右了啊。那但是法国我跟大家要了解，法国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国的社会主义，我那个时候在留学的时候，他们的总统叫冯swaa密特朗啊，他本身来讲的话，他们是社会主义。在巴黎的话呢，有3样东西都不会涨价的，你知道，就是红酒啦，那个 baguette 那个法国的那个筷子面包啊，还有它的那个地铁了。啊，都不会涨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政府补贴的，所以说基本上，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左派啊，就是涉及到他们自己的立场。那你应该事前就知道是什么的吧？就是说要选谁的话，你要cohabitation，意思就是说住在一起嘛，就是共治的意思啊。结果他不这样搞，他自己坚持要贴这个巴尼尔线。现在出现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在6月份的时候搞选举，那7月份的时候，人家那个左派就已经大胜。那现在那个极右派跟左派的人，基本上就是要看到他难堪嘛。对，所以这个解手把他搞垮了，搞垮以后，国家越乱的话呢，乱中才取静啊，才有这个机会嘛。所以说法国现在处境非常难堪嘛。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改正一下了。
这个川普不是派他的老丈人啊，川普他派老丈人是到中东去，派他的亲家公了，担任法国大亲家公，没错没错，担任法国大使了啊。然后这个女儿的，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川普本身来讲，他觉得很得意，他最喜欢的就是马克龙就不理拜登了。然后呢，只有他一个人到巴黎去。他到了巴黎一定会讲话的啦，一定啊，一定顺便就把那个拜登修理一下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他一定会这样做呢？因为他这段时间拜登做了很多事情嘛，对乌克兰又给飞弹，又给地雷，又给钱了什么，他都不说话。他就到巴黎好好讲一下啊，我就让你难看一下啊。那自己的话呢，不管怎么讲的话呢，真的是很乱。不过我觉得华春莹的讲的话啊，每次华春莹在这个 X 上就发表意见的话，我都蛮喜欢看的。他讲的非常非常准确啊，就是他代表一个官方的立场，就是说目前为止啊，我觉得前面那句话最重要，就是说美国根本没有权利来剥夺中国人追求发展的权利了。啊，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够剥夺其他人发展权利，只要这个游戏是公平的话呢就好。那这个华春莹本身来讲的话，我自己啊强调说是大陆的反击啊，就是者啊价啊，还有一个替啊。我从小读地理啊，就是那个湖南兴化的锡矿山产地矿是全世界第一的。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占90%以上。这个锑矿是超硬金属啊，一直是做最重要的机密材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想得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一个真的是打到了所有的美国，尤其是先进国家要制造这种高端的军事武器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原料、没有这种材料的时候，它在整个制作的过程上，日久的话，现在大概还有一些囤积，但是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的话呢，美国想要透过这种打压这个对于这个厂商对于这个大陆的这个芯片的出口的话，效果不会太好的。表示核心物资也可能会被掐住喉咙。肯定的，那现在已经做了嘛。是李老师。我觉得其实美法关对不起啊，这个法中关系其实还不错哈。相对于我们看这几年的美中关系，就是全盘的战略竞争，而且就是新冷战，没有回头路。那法国是有它的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利益的判断。所以他不见得什么事情都一定站在美国那一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任之后，应该至少4次访问过法国，最近是今年5月嘛，去了匈牙利、塞尔维亚，去了法国。那这个马克宏应该是2018跟去年2023年也访问过中国大陆。2023年那一次呢，他的也是率庞大的访问团。也去了这个空巴啊，空中巴士天津的这个生产线，也下了新的空巴的订单啊，这个中国大陆下了大概180架啊，所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因为俄乌战争一些事情啊，法国表面上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劝俄罗斯，但基本上双方的政治关系跟经贸关系还不错。那经贸关系的话，目前来说哈，去年的这个双边经贸是790亿美金。那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讲，它是法国第7大的贸易伙伴，那以在亚洲地区大概就是第1大。那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3大贸易伙伴，所以它贸易上还有双边的直接投资还不错，做得蛮好。而且一般来说啊，法中在贸易上还有一些互补性，我卖给你的跟你卖给我的东西还不太一样。比如说，中国买法国在买酒啦、白兰地啦。化妆品啦、奢侈品啦，刚讲的空巴，那法国是基本上买中国买电子产品，买什么？买日用品，还包括一些电动汽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小吵架、小冲突啦。比如说，这1年多以来的欧盟要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进口的电动车寄出关税。我们知道法国在里面是投赞成票的，所以当时到现在，其实中国大陆反制方式就是。我把你进口过来的这个白兰地课征高关税，那中国大陆到这一点都不放。那最近有个新闻就是法国为了要避免这个关税，他做了一些变通，把这些这个酒的所谓的装瓶的地点移到中国大陆去，所以造成法国当地的工人抗议示威游行啊。因为我们知道，毕竟中国的市场是法国白兰地的第2大出口市场，第1大是美国。以去年来讲，这个出口大概有17、8亿美金这么多。所以这方面是吵架，但整体而言呢，我觉得它跟美中关系那种剑拔弩张、法中关系比较多的一些空间。那法国也尝试在这里面找到一些它的一些利基的地方，就我跟你不会是纯然的竞争，还是有很多合作可以谈的地方。
是，现在国际的所有新闻带一个乱字，在这个乱当中，俄乌战争呢，最乱。其实这是上个月底的消息，现在才被曝露出来说，在俄乌战争里头，其实11月底，俄罗斯突然用导弹突袭了乌克兰。这个地点是在哈尔科夫的情报总部，这个地方被说很重要，为什么？有40名北约的军人在里头当场人间蒸发，因为这个地方被乌克兰精锐部队海妖团改。造成了一个叫做高级指挥所，所以这里头40个外国军人来自于美国的大部分哦。那其中军衔级别最高的还是来自加拿大的中校团长米勒，所以这个攻击显然直接击中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这里的指挥中心吗？那俄罗斯外长从入侵乌克兰之后呢，他第一次离开俄罗斯去的是哪里？欧盟，他是拉夫罗夫2022年以来第一次出访到欧盟国家，那布林肯也会出席。这个欧安组织的会议里头有没有计划见拉夫罗夫？目前是说没有，但问题是这会不会是一个接下来谈判的合作的契机？大家正在观察。俄罗斯将军也很罕见的说，致电给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给谁？参谋联席会主席布朗。讨论全球区域安全问题，包括乌克兰的冲突，这是不是都是一再在铺陈未来可能的和谈呢？乌克兰幕僚长还访美，要跟川普执政党执政团队直接接触了哦。川普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但直接乌克兰外长告诉大家说，想尽办法，人先去了再说，先往美国走，见不见到想办法嘛。川普要去巴黎了，那这当中有没有办法跟团队见上面，然后成立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现在是泽伦斯基最努力要做的事情。川普就喊着说要火速终结俄乌战争，是这样吗？还是不想让它结束吗？乌克兰的士兵说不买单，在这个报道里面说，如果真的休战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的话，我们只会得到短暂的和平，然后战争会继续。北约在等谁？贝托报道都是说等待川普做出关键决定，这个是拉脱维亚的外交部长说的哦。一些北约成员国等川普入主之后才能够往下走。乌克兰要不要加入北约，还要怎么做？那当然，美国的国防部长人选居然现在还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先前提出来的名单里头，因为有一些包括官司啊，甚至在性方面的关键的司法诉讼案件，被说要退了嘛。结果新提出来是说这位改挑佛州州长啊，结果没有想到川普本来这样讲了，结果呢还没有正式考虑人选，而这原本被宣布的人赫格塞斯却动作频频说没有啊，川普还没有改变决定啊，他还是会被支持，所以还要继续拜托这个争取参院支持他的国防部长的宝座。哇，这个国防部长未来面对的难题可是很多，现在先抢成一团咯。五角大厦在军事国防这块上面，美国的海军表示，在2020年、27年就计划增强遏制中国的能力。所以呢，当他们发现说中国已经真正能够动员工业的综合体生产支持足以对抗美国的各种部队的武器的时候，就说要2027年以前完成采取行动了。但到底采取了什么行动？白宫国安顾问，如果跟中国交战的话，弹药恐怕会迅速用完啦，弹药不足啦，然后人力也不足啦。这个是另外一个报告，是美国国会的稽核处的报告，说，哎呀，空军的部分基地在新推行的部署模式里面人不够没有办法连平常海外的部队派遣驻地的基地日常运作都没有办法，严重在呼喊说姿势体大，甚至更严重还牵涉到核弹头的管理都在内，人也不够，弹药也不够，那还要扩大什么影响力？2027如何抗中？所以中国大陆的做法是继续自己走自己的路，包括扩大在西非的军事影响力咯，邀集了19个非洲国家在海上武装力量派代表来参会，这个叫做几内亚海湾海上安全形势与合作会议里头，哇，非洲19个国家都来了，这个叫几内亚湾的军方会议到上海去开会，显然他自己在走想办法另外联合的路亮哥，俄乌战争，如果说像这个新闻是属实的话，俄罗斯所突击人间蒸发的这些军官，不都是西方国家的人吗？是啊，这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啦。北约本来就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早就在协助乌克兰，只是没有那个士兵啊，大部分都是军事顾问啊。那可能还有一些是
精密武器的操作了，那需要有一些熟悉的人在旁边指导啊。我觉得以目前的局面啊，如果美国跟俄罗斯没有直接谈啊，那这个时间就是耗着了。而且美国支持乌克兰都是有心无力嘛，比如说那个陆军战术导弹，我们说 ATACMS， 有人说只提供了50枚啊，那个暴风影只提供了30枚啊，那能够打多久啊？那主要当然是因为贵了，因为陆军战术导弹一颗要100万美元啊，那暴风影一颗要77万英镑。那美国会说我现在自己都不够啦，弹药都不够了。对，Austin 公开讲啊，说我已经用到我的库存了。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实上以目前这个局面呢，如果美国坦白讲，因为布林肯快毕业了嘛，所以也没有人要跟你谈啊。你这里说什么布林肯不见拉夫洛夫，我看是拉夫罗不见布林肯。对呀，对呀，本来他就在想这个川普的代表是谁啊？那布林肯也要开始找工作了吧？我基本上认为以目前这样的局面，对俄罗斯就是有利了。因为他就猛攻嘛，然后他知道1月20号之后，川普一定会施很大的压力叫乌克兰上谈判桌嘛，所以我现状打越大越有谈判筹码。那因为他自己就在战场上，所以起码嘛，先把库斯克收回，那库斯克搞不好还可以往前偷吃一点啊，那他也往前偷吃，然后东南就顿巴斯对外啊，那以前也没有在炸哈尔科夫，现在也在炸了。所以我的感觉是，俄罗斯就说，川普你要这样是不是？那我就加快进度打，因为他大概预期快要谈判了，那乌克兰也意兴阑珊啊，那所以呢，基本上所谓现状是什么？你现状不能够用那4个地方啊加入公投加入俄罗斯那4个邦，这样叫现状啊。我之后还打了很多地方啊。他现在打下来的面积啊，有很多人估计2000多平方公里有了啦。那这个到时候要怎么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耗时间的悲剧了。那乌克兰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你没有用重武器，你是没有办法打这个仗的，这个非常花钱啊。所以你说北约在等川普做决定，是啊，就是这样啊。那目前乌克兰就在担心，我的能源设施不要被炸就好了，这个就是很现实的状况。那至于这个国防部长啊，我认为那个 Hexas 应该没救了啦，因为他也是私人道德问题。海格赛斯。对呀。那个参议院绝对不会放松的啦，而且民主党的媒体本来就多嘛，挖下去看你受得了受不了可是会不会是 DeSantis 也不一定，因为 DeSantis 曾经背叛过川普，所以川普对于这种，因为现在又传出另外一个名单，如果是那个人，那就蛮可怕了，就是 Kobe 了。哇 ，Kobe 对台湾是超级鹰派哇！我跟你讲，他一定会要求我们增加很多国防预算。莫非我们的命运跟乌克兰一样，都要看美国最后的脸色是如何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准备去巴黎，但是乌克兰的相关代表急着去美国，想要找川普，先去再说，碰不碰得到随命运吗？对，我觉得很清楚啊，因为我觉得对泽连斯基心知肚明哈，就是1月20号明年川普就任之后，就会有全新的面貌。那这个因为泽连斯基有现在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大家看民调，因为过去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好像国际社会有乌克兰疲乏症。但是我们仔细对比这3年的民调，其实泽连斯基的民调是缓步下滑，还有老百姓这种坚持战争的比例是下滑的，支持以土地换和平的比例增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天我第一次听到泽连斯基的讲法有隐约的改变，因为过去他所有的讲法都是守土有责，他不会放141号的土地出去，包括2022年11月份他有个10点的这个处理未来的原则，其实不是说和谈原则，是看起来是像跟俄罗斯硬杠的，
要逐出所有俄罗斯的入侵的部队，包括要收复所谓的克里米亚半岛。但前几天他第一次不是讲说，他认为这个目前被俄罗斯所占领的土地未来以后用和谈的方法去拿回来。那至于乌克兰现有的土地，希望能够放在北约的保护伞之下。我们知道这2个部分其实都很难达成。你要怎么样去跟俄罗斯谈判，把那18%的领土拿回来？我觉得几乎是0。第二点，所谓的北约保护伞，我觉得难度也非常非常高。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不是在等川普。如果北约各国包括美国愿意让乌克兰进入北约的进程，启动入会的程序，早就启动了。但目前为止，其实北约给乌克兰最好的讲法，也只讲到这里，就是说总有一天你会有，但不是现在哦。那你现在是往这方向前进，先把责任推给川普。对，所以就是有点口惠而不实。川普会不会呢？大家要注意到，川普是非常锱铢必较的。他为什么要让乌克兰进入北约？我们看到刚才有画面讲，这有部分的北约的士兵被这个飞弹给这个造成阵亡。这些人其实都是已经用志愿者的身份进入，但是不乏有可能美国人在里面。以川普的个性而言，他不会义无反顾这样支持乌克兰，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常看到国际媒体的标题叫做“等一个人”，各国都在等。乌克兰士兵上次受访说在等，现在北约官员说在等，等谁？等川普啊！是的，这个川普到明年1月20号就任之前，他这个人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说到要做到的，他不喜欢他说到做不到的嘛，所以说他现在就已经开始竭力的在这个讨论到俄乌冲突之间的结束。他原来说是24小时，但他从来不愿意透露。那我觉得这个战争打到现在的话，有3项原则是不会变的了。第一个，在战场上得不到了，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你自己的本身的战争打的是前粮啊，打的是后勤啊，没钱的话呢，就是打不下去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战争的话呢，所有的将领都一样啊，不会要做出无谓的牺牲啊。直到他稳死的时候，像那个库尔斯克的这边的乌克兰的兵的话呢，就是普丁的这个做法上来讲，就是要叫他们啊，就是说能够撑到1月20号能得到这个具体的结果啊，然后再回来嘛，在这种情况，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里面比较重要的消息是有关于格拉西莫夫，就是俄罗斯最高将领跟美国的最高将领布朗之间的会谈，这个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的话呢，这跟海格赛斯有关的，因为海格赛斯主要针对的就是布朗嘛，就让他滚蛋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危险了，然后另外一件事情非常重要，请大家搞清楚。美国，尤其是这个川普，他说过，这个美国其实是笨极了啊，就是说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大陆，结果搞了个半天，把这个大陆跟俄国连在一起了啊，所以他是想尽办法，他在的时候的话呢，要恢复到原来情况。那我觉得格拉西莫夫跟这个布朗他们之间的会谈的话呢，可能是一个稍微有一点这种解冻的迹象。